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云飞。之前我在出13 Ultra 和谷歌相机的一个对比的时候，大家都说谷歌相机它对于这种高端机型，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优势，它其实不在于白天和这个原相机进行对比，而在于夜晚的这个夜景会比原生的这个小米徕卡会好很多。所以我今天将带着我的小米13 Ultra 和2个谷歌相机，老马的、日文的来进行对比，来看看这个谷歌相机对于夜景的提升会有多大。照例我还带了我的10 Pro 一起来进行一个对比，看看它们之间差距会有多大。那么我们开始。第一站我来到了常州的青果巷，在这里拍摄一些照片，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在这个场景里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小米的原相机和日文大佬的谷歌徕卡，飙车老马的谷歌徕卡。它虽然有着一点点差距，但是其实差距不是那么大，主要集中在日文大佬和老马大佬的他们俩这个配置风格上面的一个趋向。日文大佬的徕卡它会更加偏暗色调一点，而飙车老马的配置它会更加倾向于提亮一点。这个具体哪个更好，看大家的喜欢吧。在这个场景里面，我可能会更喜欢飙车老马的一个配置，因为它这个夜景相对来说会干净一点。日文大佬的它是有一点偏黄的那种感觉吧。同样的，小米13 Ultra 它也是偏清新的一个色调吧。而这里我也把小米10 Pro 使用谷歌徕卡拍摄的照片和我们的小米13 Ultra 来进行一个对比。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小米10 Pro 它经过了谷歌相机的这个夜景的优化，其实已经比较接近小米13 Ultra 原相机的一个拍摄效果了。我们放大来看的话，也可以看到，虽然是有差距，但是这个差距明显没有那么的大。我觉得这个提升的效果还是非常可以的。当然，它在细节的把控上肯定是谷歌相机会更胜一筹，毕竟它是采用了多帧合成的一个技术啊。小米13 Ultra 的原相机它进行放大的话，它就是有点像这个老式的那个数码相机了。就是那个数码感很强。谷歌相机的话，它依然发挥了稳定的优势，就是它的锐化是非常的舒服的，就还是非常有这个微单的这个感觉，而且它的涂抹感更轻，也会更舒服。这个在我们拍摄文化宫的一些场景里面就可以展现出来，大家可以看这些照片。我们接着来看一组对比，这一组我们放大之后就会发现，日文大佬这个压光能力是比较 OK 的，而且这个是里面最清晰的一组。而日文大佬的配置和飙车老马的配置，在一个方面更能显现出它们俩的一个区别，除了在色调的明暗上面，还有一个就是饱和度和对比度。飙车老马的配置会更加倾向于把夜景给提亮，然后对比度和饱和度都是偏向于原相机的一种感觉，而日文大佬的配置还是更高的对比度和更高的饱和度。个人感觉就是一眼看上去的感觉，还是日文大佬的这个配置会更加讨喜一点。我把它们俩放在一起对比，大家就应该能够比较直观的看出它们的这个差别吧。首先，日文大佬的它这个对比度肯定是比老马的要高的，而且清晰度也会比老马的高一点。最明显的就莫过于饱和度嘛。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们放大后的一个区别，直接看咱们这个红色的新媒体中心啊，大家就能看出这个明显的差别了。我们看完了夜景的对比，我们今天就大概知道，其实对于旗舰机来说，虽然它的这个夜景提升没有那么大，但是还是有所提升的。而且使用日文的和老马的，它有不同的一个夜景的一个方向。日文大佬的会更加偏向于高对比度、高饱和度的，依然是那种夜晚的徕卡色调，而老马的更加倾向于真正的夜视仪，它会提亮整个画面的一个亮度，从而达到这个所谓的夜间拍摄的这个效果。但是它这个饱和度和对比度来说，会更加倾向于人肉眼所看到的这个感觉，就更加倾向于原相机那种感觉嘛。不知道这个结果有没有出乎大家意料呢？来说说你的看法呗。我个人觉得谷歌相机还是我们以前那种老旗舰的一个福音。你看小米10 Pro 这么老的一个机型，今天咱们使用了谷歌相机拍摄了那么多照片，把小米10 Pro 的照片放在这些里面，其实你也看不太出来它是一个很多年前的这个旗舰拍摄的一个照片。这个我觉得就是它非常有能量的一个地方。我个人认为它这个存在的意义是非常强大的，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老机型来说，或者说
不是拍照作为卖点的一个机型，它就是我们一个非常大的福音。我认为喜欢拍照的朋友都可以去试试它，试过你就会发现一片新的天地。那么我是你们的云飞，如果大家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记得点赞、投币、3连，这会对我产出非常大的帮助。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记得关注哟。